仲記唔記得上一年你訂立嘅新年願望呢？最終你自己有冇達成呢個目標呢？定係你最尾都係咩都冇做呢？1月1號嗰日咧，我記得我8點幾咧就落去樓下嗰個 gym 嗰度啦。哇！我做咗成年 gym 咧，我未見過咁多人嘅，係直情咧滿晒，部機都差唔多有人。好明顯，新一年咧嘅第一日咧，大家都嗰個氣氛咧都非常之唔同啊。不過根據福布斯嘅報道咧，80%嘅人咧，佢哋嘅新年願望喺2月嘅時候就已經放棄咗啦。當然啦，我自己都試過自動咁樣放棄自己目標。咁呢一樣我唔會講係慘啦，因為你自己揀噶嘛，你自己話放棄啦。我覺得更慘嘅咧係你明明覺得自己盡咗力，花咗好多時間心血，最尾咧都係唔成功，都係失敗。講一講啲名人故事啊。咁 Instagram 咧最初嘅名咧就唔係叫 Instagram 嘅，叫 Bourbon。咁咧嗰陣時個 co-founder 咧就係 Kevin Systrom 啦。佢咧就用咗好大量嘅心血啦、時間，編寫咗好多唔同嘅 function 啦。咁當時個 function 咧好多都係好似 Twitter 咁樣嘅。其實佢係試咗幾百幾千次咧唔同嘅功能，睇下啲用戶咧係最中意啲乜嘢。最終咧佢試咗咧 filter，佢就發覺啦，原來啲人最中意咧就係淨係簡單咁樣用一張相去更新佢哋最新嘅動態，但係當然咧要加個 filter， 因為咧張相要靚嘅。filter 呢個功能咧一開通咗之後咧 ，Instagram 個人氣咧就暴漲，最終佢就用咗10億美金咧賣咗俾 Facebook。唔單止 IG， 史提芬史匹堡喺佢年輕嘅時候都曾經3次去申請入讀呢個 USC 佢嘅電影戲劇電視學院，但係咧3次咧都被 reject。咁最終咧佢係入到嘅，但係佢亦都冇完成佢嘅 degree， 自己最後係選擇退學咧去追佢嘅電影夢。而 Tim Ferriss 呢本名著啊，The 4 Hours Work Week 咧，佢喺佢出版之前，佢都曾經聯絡過25間嘅出版社，但係全部都拒絕幫佢出版。Condé Nast Sanders 喺 KFC 成立嘅初期，佢都嘗試咧去將佢個炸雞秘方咧係賣出去嘅，但係最終係有1009個人咧係拒絕咗。而 James Dyson 咧都做咗5126個吸塵機嘅 prototypes 咧，最後先至完成到今時今日 Dyson 吸塵機嘅規模。驚去失去啲嘢，驚去失敗咧，係人類正常嘅本能。冇一個人想喺人哋面前咧樣衰認衰，的而且確失敗有陣時唔係淨係樣衰，失敗有陣時仲會付出一啲代價。但係真相就係，無論你幾多歲，所有人咧都會喺佢人生中咧遇到最少一次嘅失敗嘅經歷。當然，其實大部分人咧唔止遇到一次嘅。既然失敗係喺你人生中必定會遇到嘅嘢，咁你又點解要花時間精力去擔心恐懼你面對失敗呢？所以愛迪生就話啦，我冇失敗，我只係啱啱揾到咧10000個行唔通嘅方法。所以失敗其實係有好多好多嘅好處。失敗幫我哋揾到行唔通嘅方法，失敗幫我哋累積經驗，失敗令到我哋變得更聰明。所以如果你真係因為驚失敗而唔肯去試嘅話咧，呢個諗法只係會阻住你揾到一個可行嘅方法。好多人咧就係會諗住 win 啊，就係想贏，但係其實更加緊要嘅係點樣去學習去輸。輸咗之後，你再反問自己，你究竟會試幾多次呢？所以好明顯，成功嘅公式咧，其實即係等於嘗試唔同嘅嘢，無論係好主意壞主意唔緊要，試咗先。然後你就喺失敗裏面咧吸取教訓，保持你嘅好奇心，然後繼續再試，不停咁樣解決問題，然後再改變你嘅策略。所以簡單講句，即係話用越短嘅時間，越早去嘗試越多嘅失敗咧，就係成功嘅關鍵啦。所以重點就係鬥多鬥快，用最短嘅時間去失敗好多好多次。咁你依家咧一定喺度話，阿 Wing 你講呢啲嘢，阿婆都知啦，失敗乃成功之母啊嘛。咁點樣去專注我哋自己嘅策略，不斷咁樣試，其實先係最大嘅挑戰性。咁其實我都聽好多人講嘅，咁你不斷咁樣失敗，不斷咁樣試嘅時候，你本身個團火係好大好大嘅，咁但係最尾都可能會熄啦。好多失敗嘅人咧都有個共通點，就係所有嘅錯都係外面嘅錯，例如公司同事唔好啦，老闆唔好啦，家庭唔好啦，際遇唔好啦，經濟唔好啦，或者朋友唔好啦，仲有咩啊？天氣唔好，總之就唔係自己錯，係人哋嘅錯。呢啲所謂嘅外在因素啊，好多時都唔係我哋控制得到，而我哋都冇呢個控制權，所以我哋係無需要為呢啲外在嘅因素咧嚟分心，而你只係需要專注一啲你控制到嘅嘢。即係所謂嘅內在因素啦，你完全係可以通過控制呢啲內在因素咧，改變自己嘅生活。你嘅態度、你嘅努力、你嘅時間、你嘅心情，呢啲種種嘅選擇，其實就係影響緊你將來嘅結果。有幾多次你選擇係情願瞓多幾個鐘，你都唔起身去學習、工作，或者係做運動，或者做一啲改善到你生活嘅嘢。而有幾多次你選擇去睇電話上面人哋嘅 feed、人哋嘅信息、人哋嘅相片，而唔係去選擇讀本書，
或者係上一個課程，或者係一啲學習技能改善到自己生活嘅嘢呢？失敗其實唔係嗰個 moment 一瞬間咁樣發生，失敗其實係每日都喺你自己身上發生。Flow state 心流理論亦都被稱為 being in the zone。心流之父Csikszentmihalyi咧，佢就指當一個人咧完全係沉浸喺一個活動裡面咧，就會出現 flow state 心流呢種嘅精神狀態啦。呢個精神狀態咧可以發生喺好多唔同嘅活動裡面，譬如你做緊運動啦、學習緊啦、工作緊、創作緊。而當人係處於一個心流狀態裡面嘅時候咧，人係唔會分心嘅，而外面所有嘅外在因素咧好似消失咗咁，時間過得超級快。喺 flow state 裡面嘅人咧，過咗5個鐘，對佢嚟講好似過咗5分鐘咁。而喺 flow state 裡面嘅人咧，佢哋係精力充沛啦，好開心，情緒係好健康，而且非常之投入同埋享受。所以呢啲人嘅幸福感咧，係喺佢嘅內心裡面，而唔係受任何嘅外在嘅因素影響。因為處於 flow state 嘅人咧，有更大嘅內在動力、更高嘅創造力同埋更好嘅情緒。所以 flow state 亦都被稱為人類最高嘅生產力嘅時間，即係 high productivity 啦。時時處於 flow state 嘅人咧，佢唔單止表現更加好，亦都可以快速咁樣改善佢嘅技能。所以咧，亦都被稱為係成功人士咧嘅秘訣之一。不過如果你本身係處於 flow state，一經打斷咧，你係需要10至15分鐘嘅時間咧，先可以再重新進入翻呢個 flow state。而每一次進入 flow state 咧，可以維持大約30分鐘，有陣時咧可以 up to 幾個鐘。如果你係一個適當嘅條件之下，你每一日咧可以實現幾次嘅 flow state 嘅。即係話啦，每一次如果你係做緊嘢、讀緊書或者係創作緊嘅時候，有人去打斷你，你要回應佢，或者咧你係睇一次電話、睇一次信息嘅話咧，每一次你就要花10至15分鐘咧，你先可以翻去到咧自己一個好高生產力嘅狀態。每日究竟你用咗幾多時間用電話去麻醉自己呢？如果你每日睇10次電話，10乘10，即係話你每一日就要花1.6個小時，你先可以翻去 flow state 呢個狀態。如果你每日睇30次電話，你每一日就要花5個鐘咧，先可以翻去一個好高生產力嘅狀態。如果你扣除埋一啲瞓覺、搭車啊、食飯嘅時間，其實好多人咧全日都冇進入過呢一個 flow state 嘅狀態，或者可能話每一日進入1次或者2次，其實唔難想象嘅喎。如果每日如是，咁呢啲人又點樣可以成功達成自己嘅目標呢？因為喺佢身上，我哋根本就睇唔到一個高生產力嘅狀態。咁可能你會問 Ring， 咁點樣去進入呢個 flow state 嘅狀態呢？有最直接嘅方法咧，就係 eliminate 所有外部嘅干擾啦，例如刪咗個電話、刪咗個電視，或者係一個好安靜嘅環境裡面。咁其實我平時有冇進入呢個 flow state 咧？有，尤其是喺我做嘢做 YouTube 嘅時候咧，唔記得食飯、去廁所或者飲水咧，係時時都發生嘅嘢。咁時間咧係過得非常之快，轉下眼咧一睇個鐘，又5點嘅。咁當然啦，我時時都要睇 email 啊，或者有啲信息，或者有人咧去問我嘢、同我講嘢嘅時候咧，我都會被打斷嘅。但係因為我學識咗呢個 flow state 嘅理論同埋重點，而我亦都有個好清晰嘅目標嘅時候咧，咁對我嚟講就唔係太難咧，去再次進入翻呢個 flow state 嘅。而我自己亦都會識得去 block 自己一啲時間，係淨係做一樣嘢，專注自己想完成嘅 task 嘅啫。咁當然啦，喺設定呢個目標即係 task 嘅時候咧，都有一啲技巧，因為一啲唔太合理、唔可能達成嘅目標咧，基本上係冇可能令你 being in the zone 嘅。我哋絕對唔可以就咁講話，我聽日要上太空，或者咧我要揾 BTS 同我食餐飯，要揾阿 Blackpink 咧同我共進晚餐，因為呢啲基本上係冇可能發生。BTS 又點會理我呢？亦都唔可以就咁簡單話，我要減肥，我要發達，我要提早退休咁樣。呢一啲對我嚟講係夢想，但係咧唔係一個目標。我哋要將我哋嘅夢想重新整合，變為我哋嘅目標。Smart Goal 呢一個咧就係幫你訂立目標嘅一個好嘅 guideline。S specific 即係指具體嘅 ，M measurable 即係可以衡量嘅 ，A attainable 咧即係可以達成嘅 ，R relevant 即係同你有相關性嘅 ，T time bound 即係有時限性嘅。利用呢個 smart approach 去幫你訂立自己嘅目標，呢個 guideline 確保你有動力喺一個特定嘅時限裏面，喺自己能力範圍內咧去完成你自己想做嘅嘢。與其話我要減肥，咁不如話我要喺6個月減3 kg。而每一個星期我要做5次運動，每一次30分鐘，仲要咧每日唔可以食多過100 gram 嘅碳水化合物，唔可以食零食等等。嗱，我咧就唔係一個減肥嘅專家嚇，呢啲咧係我作出嚟嘅例子。咁你真係要減肥咧，唔該你諮詢翻一啲專業人士。咁咧新一年咧我都做咗一個禮物俾大家嘅，就係咧我整咗呢個 smart 嘅 spreadsheet 喺我嘅
網站上面可以免費下載嘅。咁你 click 翻呢條 link 咧，就可以 download 落嚟，download 落嚟用呢個 guideline 咧去幫你訂立自己嘅2023年嘅目標。Kevin Systrom 咧佢就話啦，一般嚟講，好多人咧都將生活上面一啲簡單嘅嘢咧，將佢複雜化。其實要成功實現自己目標咧，呢個方程式一啲都唔難。呢個唔係指世界上淨係得聰明嘅人咧先會成功。成功嘅人嘅共通點咧就係不斷咁樣長時間重複咁樣做緊佢認為覺得可以達成佢目標嘅嘢。咁我哋咧亦都有聽人講過啦 ，hard work 即係努力咗，唔係 guarantee 咧佢一定會成功。係可能會有一啲情況會發生，我唔可以話即係一概而論話全部都會成功。咁但係咧好多時就係，如果你係試一次唔成功嘅話咧，咁你可能唔夠幸運啦。咁如果你唔係幸運嘅話，你可能係愛迪生呢個 case 咧，你要試足10000次咧。而我相信喺9999次裏面，你每一次嘅嘗試，你都學習到啲嘢；喺每一次嘅失敗咧，你都吸取一啲教訓。而最終，只要你係堅持自己嘅目標嘅話咧，你只係會離你嘅目標越嚟越近，而唔係離你嘅目標越嚟越遠。新一年咧，我亦都整咗另一段影片啦，介紹咗一啲書單嘅。如果你想新一年睇新書嘅話咧，可以 click 翻我嘅網站上面咧就有書單噶啦。好，今日咧就分享到呢度啦。Happy New Year！ 新一年咧，新開始，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喺今年咧有一個開心、愉快、幸福、健康嘅一年，同埋咧藉住今年咧就重新訂立一個新嘅目標，同埋完成咗佢。好，如果你中意段影片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下次再見，拜拜。